用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2步就能找到你的天赋。第一步，你需要准备好2张纸和1支笔。第二步，开始写。2张纸上分别写什么呢？第一张纸上写以前你做过的事情，不断地问自己，之前做过什么有成就感的事儿，成功的事儿。记住啊，这个过程中呢，以你的自我感受为第一前提啊，就是哪怕小的时候你上课发言被老师夸了啊，也可以啊，你曾经做过什么挣了点小钱拿到点小结果的事情，可以啊，你曾经有一件什么事情被同事肯定被朋友肯定，可以写下来，都写到纸上，静下来认真的回忆，然后认认真真的写，不停的写啊，写到写不出来的为止。另外一张纸上呢，写你将来想做的事情。注意，这个事儿和年龄无关，更和你童年的理想无关，就是此时此刻当下的你对未来的全部期待，做什么事情能让你快乐，然后再不断地问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以你想要的生活为前提，反复提问自己无数次，到底想做什么，直到问不出来其他结果为止。好嘞，2张纸写完了。第一张纸上写的就是你擅长的东西，第2张纸上写的就是你喜欢的事情。2者交叉的领域就是你的天赋之业，2者结合起来就是你该去寻找的商业机会啊，这种法则叫做穷举法。这是马斯克所说的第一性原理啊，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找到，以此来寻找通往未来的最优解。普通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呢，是很容易陷入到另外一种非常不好的思维啊，叫做类比思维。就是不停地和别人做比较，和别人比较做的有没有更好，产品有没有更优，成绩有没有更好，什么业务有没有更强，等等等等。类比思维不是不好啊，这也是人类社会需要的一种生存方式。但是就像你只有战术但是没有战略，你就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指导自己去往前走，这就很容易让你陷入2种误区，从而导致思维的混乱，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干着一份没有价值感的工作，就是纯粹为了干而干，可能也能养活你自己和家人啊，但是这种状态下总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。类比思维带给人的这个2种误区，我们刚刚提到过的，就是从众和内卷啊。咱们先来说一下从众啊。类比是建立在别人的共识而非自己的判断的基础上啊，就是一堆人聚在同一个场域啊，看别人在干什么，自己也去干什么。它本质上是防止自己出局和害怕自己出局的一种表现和结果。投资领域呢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种事儿啊，一群人对同一个项目感兴趣的一群人聚在一起，那听别人都投了，那自己也投。事实上，不投的人呢，压根儿就不会在那个环境里，就像赌徒谬误一样啊。即使一台机器哗啦哗啦的赢钱，但是并不能决定下一次是赢钱的概率大还是输钱的概率大。看到一台机器哗啦哗啦的掉钱，你就等在旁边想借个手气的人，一定是新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对大部分人而言，所谓的追风口其实是件很傻的行为。误区2呢，就是内卷啊。类比思维当中，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，比别人做得好就能取胜啊，比别人快就能赢等等，这样的思维方式会让人陷入到一种只知道做事儿，那不知道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局面里。而事实上，做事儿是不难的，做正确的选择才是真正难但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职场里边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啊，就是同事之间卷来卷去，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认真思考，你真正的价值是什么？目前这个环境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？这是一个分工非常明确的世界，只有你的价值才不可替代。人只有待在合适的环境里，才能发光发亮。生意场上更是这样，只不过把个体价值换成了项目价值、组织价值。那外部的环境呢，
不是老板说了算，而是客户说了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。但是本质上来讲，记住，价值和环境才是决定一切的前提条件，而这背后和类比和对比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只和你自己本人和你组织本身有关。低性原理和类比思维最大的区别就是面对共识的态度。共识在大多数时候也是一种从众心理啊，你要学会的是理解共识，利用共识，跳出共识，去俯视共识的全貌，而不是简单盲从的去追随共识。利用好穷举法这样的工具，这种工具就是一种能让你抛开社会化共识的干扰，直面自己的内心，真正问清楚自己，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会爱怎样的自己，等等这些真正的属于你自己的问题。记住，这些问题除了你自己以外，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。反过来讲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给你所谓的建议和意见，都只应该是你自己做选择和判断的辅助选项而已。最后切记，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左右你的人生，永远不要让任何人替你的人生做决定。